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一生病就特别想赶紧消除的那些症状，比如说发烧啊、疼痛啊，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吗？会不会他们反而是我们身体的朋友？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个可以说有点颠覆你常识的观点，那些我们急着想压下去的症状，其实啊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非常重要的有益的信号。你看这句话就特别有意思，它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一个核心比喻：药物如棍棒。你想想，一根棍子能干嘛？它只能把冒出来的东西给打下去，对吧？它能做的就只是暂时压制住表面的问题，但是对于问题的根源，说实话，它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棍棒的比喻，咱们就来看一个特别常见的例子，就是小孩子发高烧。我相信很多家里有宝宝的都经历过，对吧？那么当药物这根棍棒挥下去的时候，咱们身体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你看啊，这个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我们的身体为了跟病菌打仗，自己把体温升高了，也就是发烧。然后呢，我们用退烧针这根棍棒去干预。注意了，像地三米松这种药，它可不是去杀病菌的，完全不是，它是直接去攻击我们自己的免疫细胞，把它们打晕，让它们暂时昏迷过去。你看，免疫细胞一罢工，烧自然就退了。可问题是，病菌还在呀。等我们的免疫细胞缓过劲儿来，它们还得继续战斗，于是高烧就又回来了，这就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循环。所以你看，关键点就在这儿，发烧它本身根本就不是一件坏事。恰恰相反，这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体温一升高，我们免疫细胞的战斗力，那个活力呀，也会跟着大大提高，这样它们就能更有效地去杀灭病菌。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一看到发烧就慌了，总想着赶紧把症状给消灭掉。可你想想，只要身体把病菌都清理干净了，发烧这个症状它自己不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吗？好，那咱们把这个逻辑再往前推一步，聊一个更严肃的话题。如果说我们处理发烧用的是一根小棍棒，那么在面对像癌症这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扛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法，比如说化疗，那简直就相当于动用了一根又粗又重的大棍棒了。你看这个描述，我觉得特别形象，说化疗药物是没有眼睛的。你想啊，这些药进到我们身体里之后，它根本分不清楚谁是好细胞，谁是坏细胞，它就是一通乱杀。结果呢，就是它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把我们大量健康的正常的细胞给一块干掉了。这简直就是对我们整个身体发起的一场无差别的攻击。那你想想，化疗之后人普遍会出现什么反应？身体变得特别虚弱，免疫力一下子就降下去了，掉头发、头晕、恶心、呕吐、浑身疼。所有这些反应其实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我正在被一种非常强烈的毒物伤害。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值得咱们每个人想一想了。如果说一种东西进到我们身体里，会让身体产生这么剧烈、这么痛苦的排斥反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思考一下，这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啊，身体的反应永远是最诚实的。那么接下来一个可能更加颠覆你认知的观点就来了，就是说，就连癌症这种我们谈之色变的东西，它也可能只是我们身体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环境下做出了另一种智慧选择。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难以相信，但咱们先别急，一起来看看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这样的，当我们长期吃太多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高饮食，我们的血液环境就会慢慢偏向酸性。那么在这种酸性的环境里，我们正常的健康的细胞是很难生存的。可有意思的是，癌细胞反而能适应这种环境，它甚至还能帮助身体去处理血液里的一些垃圾。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癌细胞的出现，它其实是身体内部环境恶化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疾病的原因。你看，咱们刚才聊了发烧，又聊了癌症，其实这两个例子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朋友和敌人的角色给完全搞反了？所以接下来咱们就需要来一次关键的思维转变了。咱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个对比。我们一直以为的敌人是什么？是发烧，是癌症这些症状，对吧？我们以为的朋友呢，是退烧针，是化疗这些药物。但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搞反了？
真正的敌人其实是那些人为制造的药物以及导致疾病的那个根源，而我们真正的朋友恰恰是那些症状，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信号。那我们一直以来在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在用所谓的朋友去攻击我们真正的朋友。俗话说得好，是药三分毒，这句话真不是随便说说的。你想啊，长期吃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就是一种持续的消耗。就拿我们的肝脏来说吧，它本来是负责解毒的，结果天天被这些药物的毒性折磨，功能肯定会下降，甚至细胞坏死，最后还会连累到其他的器官。所以啊，特别是对于一些慢性病，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下药，那可能真的跟饮鸩止渴没什么两样。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差不多到最后了。咱们把前面说的所有这些概念，用一个最终的比喻来总结一下，会更容易理解。这个比喻就是，症状其实就像一个信使，他千里迢迢跑过来，是为了给你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所以，这里最关键的信息其实就一句话：当你的身体通过各种症状向你发出信号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拿起药物这根棍棒去把它打到闭嘴，因为你这么做其实就是在攻击那个拼命想要帮助你的朋友。圣经民数记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巴兰的驴子，他看到了主人看不见的危险，就停下来不肯走，想保护主人。可是巴兰呢，他不知道啊，反而因为驴子不听话，一次又一次的拿杖去打他。你听完这个故事，有没有觉得我们对待自己身体症状的方式跟巴兰简直一模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停下来，好好的去理解一下我们这头驴子，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它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像巴兰那样只会盲目的挥舞手里的棍棒呢？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